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酿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浓浓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5季第13集。贫贱早晨，在辛巴看到了儿子进厕所之后，添了几声奸笑，因为他在马桶上设计了一个绝妙的恶作剧。然而小新出来了，整个过程异常的平静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男孩子不用坐在马桶上，但是花钱买的道具怎么能浪费呢？两人争执后果就是辛巴自己被整了。恼羞成怒的辛巴和幸灾乐祸小新又开始了互相伤害的日常。莲蓬头在厕所蹦迪，打落一众洗漱用品。辛巴听到动静后，立刻询问情况。为了掩饰大战之后的混乱，辛巴慌忙关上了门，表示自己将带大家吃烤薄饼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方法相当奏效。一家人来到了薄饼店门口，辛巴突然发现隔壁排了很多的人，于是就问队伍最后的阿普，原来是学前班在招人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。不过辛巴倒是觉得不用给小孩子那么多的压力。医生的笑声刺痛了辛巴，他今天还就要让小新进这个学前班。不得不说，招生条件确实很苛刻，能够辨认模拟小动物的都被裁了出去，更别说连话都不会说的小新了。还没等负责人把话说完，辛巴就进来抱走他的小女儿。辛妈觉得小新是没什么前途了，不过辛爸倒是很乐观，表示自己的小女儿会嫁给一个杂货店老板，然后成为一个有钱阔太太。辛爸很不屑，杂货店老板能有几个钱？辛爸补充了一句，如果他能偷别人的钱呢？真是佩服辛爸的脑回路。辛小妹有些无语，从老爸手里抱过小新就走了。辛小妹想要通过搭建房子来教导妹妹，却没想到小新比她想象中的要聪明多了，不仅可以完全理解她的意思，还能够完整的拼写单词，了解物价，这是一个天才啊！全家人又带小新来到了报名地点，在大家强烈要求下，负责人答应给他测一下智商。虽然每一次都需要得到姐姐的肯定，但小新不负众望，通过了所有测试。负责人十分惊讶，对辛爸辛妈表示，小新可以直接去教书了，还告诉他的领导，这孩子的智商已经达到了167。女人十分高兴，当即就给小新戴上勋章。谁知道眼前这一切深深刺痛了辛小妹，明明她的智商才159，妹妹竟然有167，这就意味着她不再是家里最聪明的人了。就连辛妈也表示小新比家里其他孩子聪明，小新就更不必说，她十分高兴辛小妹也加入其他的行列。辛妈坐在沙发上整理小新的教学工具，突然拿起了一件 T 恤，说是给辛小妹准备的。得知自己也有份，辛小妹还挺高兴。然而当看到上面印的单词时，直接就愣住了。我和机灵鬼，小新也有一件我和嫉妒鬼，而且还有箭头指向彼此。夜晚，辛小妹郁郁寡欢，她不知道如果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还能是谁？辛妈告诉她，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很快，辛小妹就开始重新塑造她的形象，首先是喜剧演员。然而平铺直叙讲着不好笑的事，连冷笑话都算不上，而且还有校长拆台，很明显这个身份并不适合她。紧接着，她又换了一个夸张的装扮，然而这却引来眼镜仔的觊觎，收效甚微。就这样，学校食堂成了她的时装秀舞台。最后，孩子们看见她就逃。终于，辛小妹的所有尝试都宣告破产。辛小妹告诉小新，她真傻，竟然会嫉妒一个小孩。小新安慰她，这没什么，她也嫉妒小新，她认为他每天只用打滚，真开心呢。谁知这引来了小胖子的恶搞，你觉得开心，那就现场滚一个吧。辛小妹自然看不惯别人欺负哥哥，但小胖子还嘲笑他是一个同性恋。辛小妹对他话反唇相讥，这么说的人常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基友情节。小胖子被说得哑口无言，直接打开校车后门逃走了。自从小新变成了最聪明的人，就连辛爸也有时间陪伴他了。在辛爸发现手里这只会说话的青蛙能帮他请假之后，他好像突然 get 到正确的请假方式，匆忙离开了。这里就只剩下小新和辛小妹了。没想到小新对于比较难的单词也能够理解意思。辛小妹开始企图将小新引入歧途，不过还没等到错误的解释在小新的心里扎根，辛妈就出现了。她很失望自己的女儿竟然会这么做，就连辛爸也表示站在了妻子一边。眼看着自己成为众人谴责的对象，辛小妹哭着跑开了。睡觉的时候，辛小妹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她和小新都是成年模样。虽然小新还没有学会如何走路和说话，但她可以依靠着那只已经破烂的乌龟和姐姐交流。就在那天，她去问辛小妹晚饭的时候，被姐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这可怕的梦境惊醒了辛小妹，她换好了衣服，打好了背包，确认父母都已经熟睡之后，来到了小新的房间。她知道，如果就这样任由嫉妒疯长，总有一天梦见故事会真实发生，所以她选择离开这个家。没有她，小新就能更好的成长。然而身上只有2分钱的她，连白手起家资格都没有。就在她异常绝望之时，看到了春
田镇博物馆，这倒是一个好地方，遮风挡雨，并且绝对不会碰到家里人。就这样，辛小妹来到了她的新家，在吃掉了工作人员扔掉的披萨之后，稍微感觉胃里好受了一些，生活终于从此刻开始要变得好受一些了。她可以一个人放肆在博物馆里玩。然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还是忍不住看着全家福流泪。家里人正在疯狂贴告示寻找辛小妹。就在这时，警官带来了好消息，他们在博物馆的大舌头中找到了辛小妹的背包和衣物。辛小妹正在洗头，突然听见家里人的声音，就在不远处偷偷观察。他们都走进大舌头之后，操作椅上小小新突然按下了吞咽开关，辛爸、辛妈还有小小新全都被吞进了肚子里。唯一出来的可能就是按下红色排泄按钮，但是小小新很明显弄错了意思，错按了消化按钮。这下他们全都被四周喷射出的液体给淹了。更糟糕的是蠕动模式，直接让他们像待在了滚筒洗衣机里，四周还在不断的喷射液体。辛爸都已经开始流遗言了。小小新看着面前操作按钮都急哭了。还好辛小妹及时赶到，她告诉妹妹自己不该嫉妒她的天赋，今后一定会真心照顾她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救出家人。辛小妹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告诉小小新你一定能做到的。红色。小小新看了看自己红色的奶嘴，毫不犹豫的用手拍下了排泄的按钮。谢天谢地，他们终于从人体模型中出来了。辛小妹也重新回到了家中，她接受了妹妹比自己强的事实，但她不明白为什么小小新必须要自己说才会按按钮。这时学前班负责人来到了家里，表示他们能够解答辛小妹的问题，他们不会再收小小新了，并放了一段录像。原来小小新之所以每一个测试都要回头看姐姐，是因为辛小妹一直在为妹妹比划答案。虽然辛小妹不认为自己会帮人作弊，但她希望小小新能够成功，这是刻在潜意识里的。这样看来，小小新并不是一个天才。重新找回第一聪明的荣光，辛小妹又能和妹妹和谐相处了。她对小小新说，在自己眼里，她就是一个天才。小小新也很高兴，吐掉奶嘴就开始吹奏姐姐萨克斯。这优雅完整的旋律惊呆了辛小妹，她夺过妹妹手中的乐器，重新将奶嘴塞回了小小新的嘴里。无所不在的比较让妒忌如影随形，这种被列为境界负面情绪，让人矛盾挣扎，十分痛苦。本集中，辛小妹就深受折磨，在希望妹妹能够成功和害怕她比自己优秀之间左右摇摆，以至于最终彻底逃避。这当然不是健康的心理，但她的存在又再正常不过了。因为没人会希望自己长期以来的地位被剥夺，诚然被嫉妒所控制，根本原因在于自身，但外界声音也是将辛小妹推入深渊的帮凶。亲近的人长期将比较挂于嘴边，就很容易让本就难过的人心理平衡，以至于最终彻底毁掉原本优秀的人。更表现在嫉妒人会找不准自己的定位，从而彻底抛弃自己原有的价值。他人注视目光是沉重的负担，是袭人高血的吻。若是长期生活在为他人看法而活的氛围中，就再难生出前进的动力与勇气。到最后，这世上便只剩下因胆怯而无法迈步的自卑之人。但人本就是无限可能的生物，没有全能的天才，也没有永远的弱者。勇敢开创自己的道路，我们没有义务去成全他人强加的期望。努力攀升，本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将精力用于注视眼前的路，远比左顾右盼来的稳当。如果能达观的认为没什么大不了，人生就会简单许多。只要保持前进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不知不觉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